我国人民决心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。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，同时我们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，没有点冒的精神，没有一股气一股劲儿，就干不出新的事业。不冒风险，办什么事情都有100%的把握，谁敢说这样的话？基本实现全面国产化吧。只要能为东海引进先进的技术，不拘形势，大胆尝试。我们希望会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，走上健康发展的快车。货品的多样性嘛，一定要考虑得周到，别让市民感觉只有想不到，没有买不到。在合作形式上，还可以更加灵活。Here'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Donghai chemical industry in China. 我们正在执行一项历史性的使命，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。接下来我补充几句啊，咱们这2年只做了东海这一个项目，说是千顷地里1棵苗，一点都不为过。上上下下可都看着诸位呢。不过好在，宋运辉同志做得还不错，无论是从设计到投产，方方面面也没出什么大错，还提出了很多亮点思路，让我们看到设备国产化不等于降低产品标准。虽然未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，但是我也可以负责任地说，东海这局棋开篇下得不错，宋运辉同志也没有辜负领导对他的信任。成绩是有，但是不足也很明显。按照现在的产能计算，东海的年产量只有20万吨。20万吨，同志们，离你们的设计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新组建的研发部门已经在做技术攻关了，希望领导能给我们点时间，一定能交出让各方面都满意的答卷。好，我们给你时间，但不能太长。今年年底吧，啊，东海一定要把产量搞上去。我们东海一定不会让领导失望。给东海压担子是因为部里头重视你们。1期已经顺利上马了，2期的规划就要提到日程上。按照国内化工企业的整体布局，最迟93年，东海2期必须开工。感谢上级领导对东海的关心和支持。会后我们就着手制定计划，保证在1期平稳生产的基础上，尽快的启动2期的筹备工作。东海领导班子的分工问题，部里做了进一步的细化安排，下面就由陆司长给大家宣布一下。马保平同志继续担任东海化工厂厂长兼党委书记，宋运辉同志担任常务副厂长，负责技术设备、生产销售这些日常工作。对不住啊！2位老领导啊，千万别见怪，东海是个新单位，人都在磨合呢。这次任务啊，对我们来说太重大了，招呼不周，您2位多多担待啊。自己人啊，不要紧的，甭跟我们客气啊。要不说啊，还是老领导体恤我们的，要都像程厂长啊这么大度
我们这后勤工作啊就好做多了。哎呀，小高的工作做得很有心啊！啊，这么大的厂长亲自为我们2个退休人员来服务，这点情谊我们就记在心里了啊！哎，是。水书记，您记性好，这东海这么多人，难为您还记得我。我可是早就认识您啊。当初中原厂到荆州去学习，我还给您敬过酒呢。哦，那是81年、 80年，我跟我们周书记一块儿去的。啊，对，80年。都说东海的人才多，原来是周司长把中原厂的子弟兵全都给带过来了啊！高厂，哎，来，水果。2位老领导吃水果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午餐呢安排在食堂了。这东海啊白手起家，条件有限，您2位啊多多担待。行，那我先去忙啊。我就在隔壁，领导有事儿就叫我。好，好嘞。哎呀，老水啊，还是你有面子啊！人堂堂一个副厂长亲自来给你打招呼，那是你女婿的面子，那还不是你徒弟？老程，晚上打算住在哪儿啊？开颜和他妈正在搬家呢，我当然住我女婿家了。哎，我已经给他打过招呼了，让他晚上在招待所给你准备房间。你要是不满意，让他给你安排到市里去住。嗨，那玉婷，我准备回去了。老水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今天晚上他们招待所住满了各路领导，我去不合适。老领导，我有点工作心得，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向您汇报汇报。好啊，说说看。东海经历了一轮限制投资、压缩基建的风波，又遭遇了一次海外设备商毁约禁运的挫折，能够顺利的走到今天开工投产，这全得力于上级领导的密切关心。我们东海的党政班子会克服一切困难，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保持团结一致，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。小马有长进啊，团结一致，党政一心，我们才能把工作做好嘛。这都是老领导过去常常跟我们说的话，我都句句记在心里了。小马啊，这个你和小宋的分工问题，说说看，你有什么想法？通过这2年和孙运辉同志共事，我发现他身上有许多优秀品质值得我学习。有干劲儿，有胸怀，学习能力强，这都没得说。当然了，小宋同志还年轻，对有些事情考虑的还欠周到。我在想，在未来的工作当中，东海既要保证1期的生产，又要筹备2期的上马，工作任务还是很重的。我尽力做好拾遗补缺的角色，为小宋同志多分担一点。小马啊，你能这么想，我真的很放心。东海能不能成为国内的一流企业，未来的2年很关键，你务必要把这2年的工作做好，保证东海平平稳稳的发展。请老领导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，保证东海的平稳发展。
师傅，您怎么要走啊？老了，在外边住不惯，回去睡得踏实。您不高兴了？我没不高兴啊。那就是我又犯错误了。哼，第一，你不该请我来，更不该请你岳父来。我们都是退休人员，连兄弟厂的领导都算不上，把我们摆在一堆在职领导中间，我不舒服，有些领导也一定不舒服。今天你们东海招待所里住的都是部里领导，我就不掺乱了，这就回荆州去。师傅，不用急着解释。今天这个投产典礼都是你一手操办的吧？是，不光这个开工典礼，从方案设计、设备采购、安装调试，都是我一手操办的。骄傲了？这个我应该可以骄傲一下吧？当然可以，你做的这些值得骄傲。哦，你应该记着是我的错误了，该第2条了。啊，对。第二，要注意团结同志，不要处处总想着表现自己。尤其是今天这个场合，把风头都集中在自己身上，对你很不利。我没有急着要表现自己。那设备参数都是我亲手调试的，部领导和管理嘉宾有问题，那只能我来回答呀。我知道马保平是个外行，可他还能有我外行？当初荆州的新车间落成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抢在我前头向领导汇报啊？给别人留点面子，你损失不了什么。我记住了，师傅。要团结同志。你呀，就是走得太顺，吃亏太少，将来很危险。我觉得我吃的亏也不少。嘴里叨叨什么呢？哦，我是说，我去跟我秘书说，让他给您买票，然后我再送您去车站。去吧。嗯。订好票告诉我。哎，都第一副厂长，陆司长，还挤在这间破办公室里啊？我挨屋可都看了啊，都比你这间好。感谢陆司关心，我能有今天的进步，全靠领导的信任，也多亏了东海的同志们配合。跟我还打官腔啊？不是你当初跟我面对面硬顶的时候了。那我就说实话了，我这儿啊，离生技处和销售处都比较近，他们找我方便。再说，我刚来东海的时候就在这间屋子里办公，也不想折腾了。嗯，保性全真，不以外物类型，不错。贴近生产，靠近一线，很不错。来，陆司坐。我今晚得回趟北京，有事啊？啊，家里的事。那我送你。不用。东海这千头万绪的，一刻也离不开你。我不太懂茶啊，凑合喝一口。茶就别泡了。你们东海这一方宝地的水啊，泡什么茶都是一个味儿。哦，对了，我最近的工作呀，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调整，但是还在部里啊。方向应该是划公司。陆司长这是向前进了一步啊。那你可就是部里最年轻的正司长了啊！都是组织上的安排，咱们还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本职工作。
最近啊，对全国的化工企业综合对比了一下，东海排名在20名以后。东海是个新企业，体量和规模呢，的确不算大。但是我们的技术产品都比较有特点，这也算是我们的长处吧。光有特点可不行，我想让东海的产能提高一下，把产量再增加。今年给你一个任务，在现在的基础上，产量再提高10到15个百分点。东海是新厂，技术设备、人员结构都在磨合期，上来就拉这么高的产量，恐怕很难。要是别人跟我说这话，我还认。你是2次把东海从生死线上拉回来的，我相信提高产量这个难题你一定可以克服。陆思，不是我叫苦。东海的设计目标是30万吨，但那是建立在配套设备能部分进口的基础上，现在全部采用国产设备，目标定得那么高。说实话，我心里没底。当初设计国产化方案的时候，你心里就有底了？行了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我也不跟你绕弯子。这事儿我已经跟上边打了包票了。之所以现在把你放到第1副厂长这个位置上，就是为了让你挑起这副担子。当初定方案的时候，咱们对东海未来的发展做过长远规划，一手抓生产，一手抓科研，做出精品，提升经营效率才是目标。你现在一味的追求产量，这不是与最初的设计初衷背道而驰吗？我有个整体规划，你听听。我想让东海在2年之内1期产量达到30万吨，2期投产，让东海跻身全国化工企业的第1梯队。当然，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你所说的科技研发，可是第1步就是提高产量。国内企业造血功能不足，研发能力弱，但是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产量不足、规模受限造成的。所以，只有提高产量，你才能积累科研经费，才能学习外国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。我明白了，提升产能这个目标，我会尽全力去争取。不是争取，是必须，因为这关乎到东海的前途命运。也关乎你我这些为东海付出心血之人的未来事业。行了，就别送了。那走，陆司长。马场，这陆司长怎么走了？那给他留的房间还保留吗？不用了，他有事回北京不回来了。啊，报告啊，陆司长非常器重小宋，当初在北京啊，就属他看宋运辉不顺眼。这个咱们就不好臆测了。反正陆司支持小宋，就是支持东海，咱们都会受益。以后就跟着人家能干的，好好干吧。哎，那我去看看晚餐准备的怎么样了。好，老高啊，我听说纪委的陆主任还有2年就要退了。2年？老高，咱们东海是个新厂，这2年对咱们非常重要。领导给了我们4字方针：平稳过渡。我明白了，马长，我一定配合领导的决策，安安稳稳干好这2年。好，你去忙吧。哎。
我以后不再说你了。这算是师傅给我道歉吗？我从来不给人道歉。不过你要非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小拉刚才来找我了。他找你干什么？他让我拉高东海的产量，今天给的任务是提升10到15个百分点。你做得到吗？很难，但如果说只是追求产量，也不是没法完成。怎么完成？是不是调低技术参数？还得暂停刚刚组建的研发处，抽调人手，拖到一线生产上。小拉这是着急了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他怎么跟你说的？他说计划把东海拉进第一梯队，以产量带动销售，自我造血，自行研发，走一条全新的化工企业发展道路。他要进步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他跟我说了。可他老子还有2年就要退了，这他没跟你说吧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师傅虽然退了，可是还有好多老关系一直联系着，人事变动这方面的事，我得替你操心啊。谢谢师傅。光谢谢就行了。想想今天小拉给你提的这个要求，你不觉得你师傅很有点先见之明吗？出那么大的风头，这下好了，3座大山压下来了，你怎么办？这么重的生产任务，班子不配合，你能完成吗？让你注意团结，你还不以为然？哼！这岁数大了，怎么那么多话？真啰嗦。不啰嗦，我爱听。你呀，当初要不闹着离开荆州，我能让你吃这种亏？您现在也可以教我，让我少吃亏。你是怎么回小拉的？我答应了。也是。东海能够实现全面国产化，离不开他陆司长。你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战壕里的人了，我当然也不行啊。师傅，那接下来我该注意点什么？小辉啊，你技术好，有冲劲，做人做事都能站在企业发展的立场上，这是好的。但是你毕竟是个副职，上面还有个厂长。班子不和，工厂是搞不好的。您这句话我很认同。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，把自己的朋友搞得多多的，把敌人搞得少少的。今天的开工典礼，你出的风头太大，容易遭人记恨，也会给今后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这句话我记住了。接下来的任务确实很重，我会和班子成员搞好团结的。既然你背上了巨大的生产任务，就要专注自己的事儿，其他人的职权范围，人家一定会做好的。不管多复杂的工厂，归根到底是要靠人一点一点建设起来，能够管好人，和人和谐相处，才能做好自己的事情。没事吧？这电视放哪儿？哦，来了来了，来放这儿。好嘞。现在洗衣机放哪儿？来来来，放这儿。这2本书放在哪？来，就放床上好了。这冰箱呢？您放哪儿啊？来来，放厨房。来，从这儿进去。老蒋，哎，什么？把烟来了，您快点乘着。这一路上到荆州比较远啊，安全第一。好，你带车的啊。哎，好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你看你还涂着指甲，怎么干活啊？过来。我涂指甲怎么了？我都听你的，不烫头发了。妈妈再给你做一次啊，好好学着，以后总要自己做的。你让他自己弄。
我才看看妈妈做一次怎么了？一道鱼头豆腐汤你都看了几个月，早该会煮了。今天必须从头到尾自己动手。伸手！哎呦，卡脖子了！来，那个鱼头不剁下来也能烧汤的啊，不要剁了。放点葱姜。豆腐总会切吧？你过来，你那边怎么收拾我还没搞清楚，你来帮忙。你不是还让妈妈帮你吗？来了。你在他背后站着，他总觉得有退路，你也总是不放心，那弄着弄着又成了你动手，他看戏了。你就不知道心疼闺女啊？我还能帮她做几次？过2天就走了，以后还不得她自己弄？我就是心疼他，才逼着他自己做。他现在是东海的厂长夫人啊，只会打扮那是什么？那是花瓶儿，煮饭烧菜都不会，那说出去不让人笑话。你看看老水家里的，你再看看你自己，你们哪一个不是家里外面一手抓？多少年来了，这才能让厂里的人看重。让别人看重有什么用？关键得把你伺候好才行呀。我觉得小宋对囡囡很好的，喏，进口的吹风机，每次出国都给孩子带礼物的。一个吹风机就把你收买了，以前好可不代表着以后也会好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小辉他外面有人了？你今天去他厂里看见什么了？干什么？妈，香蕉没有？怎么可能啊！我下午刚买的。哎呀，这孩子！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就是想学妈妈用那个刀背，把那个瓶子打开，结果，没有香皂就没有香皂，好了，那接着把鱼煮。那怎么行啊？没有香皂，鱼会腥的。我去买吧。哎呀，天都要黑了，我去买吧。你又不知道在哪儿喽。开言，你过来过来，我陪你妈去，你把这儿收拾收拾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开言，你把鱼头先煮上，葱姜别忘了放啊。哦。哎，10分钟以后放豆腐，记着了。我们先走了。你赶快收拾啊！这孩子，让他一个人在这怎么生活呀？总会长大的。你说我刚才说那话，囡囡有没有听见？什么话？啊，就是你说的宋运辉在外面有人的那些话。应该不会，就你女儿那点城府，她要知道了，那还能藏得住？啊？喂，你也是，以后在家里你别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。我就说呀，小辉怎么看也不像是这种人。这次他们开工典礼把你请过来，老水的面子都被你比下去了。一会儿等他回来，你就把千里的事跟他说了吧，啊？这次不能提。怎么不能提了？咱俩不是在家里商量好的吗？让宋运辉办事得讲时机，这次不合适。哎，怎么不合适了？这儿，你在家里说的，小宋讲情义，我们给他带孩子、照顾老人，不会白帮的。怎么又变了？不是我变了，是形势变了。宋运辉现在升得太快，这次我来了，我才看明白，
这么大个东海厂，就他一个人说了算，那简直跟老水就鼎盛的时候差不多。也不知道他这个副厂长是怎么做到的。说了算还不好吗？那调来一个人，给千里解决一个位子，不更方便了？你知道吗？本来我是要跟部领导一块儿吃饭的，可老水一走，他就把我的位子给撤了。怪不得回来的时候阴着个脸。我是吃老水的醋，是我看清楚了宋运辉这个人。咱们一家人加在一起，都不比他那点名声面子重要。老水走之前去敲打宋运辉了，说他这次把我们这些老同志请来，有人会说闲话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袁相还等我们消息呢。你儿子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在荆州的新车间再让他干几年，那不憋出病来了？让你儿子再等等吧。回去我跟他说。那就不跟宋运辉再提要求了。毕竟是我们女婿，帮丈人家干点事就不行？办事还是要让他办，但是你得让人心甘情愿，咱不能再去求他了。劈掉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那你这是怎么了？哎，爸爸妈妈呢？他们都去买香蕉了。怎么了这是？没嫌弃我？没嫌弃我。嫌弃我？我还有汤呢。怎么灭了？哎，我来。哎，别动，你别动。你一天工作很忙了，从今往后只要你回家，我什么都不会让你干，都是我的事儿。我给你盛一碗尝尝。喝着真香。还行吧。哎呀，我们家小猫是越来越能耐了。哎，你慢点喝，很烫的。你指甲怎么了？啊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不好看，你别看。帮我做鱼汤的时候弄的吧。你快尝一尝。怎么样？
特别鲜，特别好喝。真的吗？那我也尝一口。不行，小猫给我做的不能。哎，你给我尝一口，你小心死了。你给我尝一口，给我尝一口。你烫，你慢点喝。那你不要跟我抢嘛。爸妈，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啊，周4元练的，所以今天散得早。你没送他们去招待所？送了，我和老马一块儿送的，一直送到了招待所。哦，老婆子，你和那个开颜赶快弄饭啊，别影响他们休息，明天还有工作。那你们先坐啊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来。哎呦爸，今天真是的，说好了去参加晚宴，没想到被师傅这么一闹。哎呀，老水又不在，别人我一个都不认识，去了也没意思。这几天辛苦您了，又帮我们搬家，又帮我们收拾家里的。其实这些事儿，我爸妈也可以做的。哎呦，一家人不说那个，你爸妈身体还不如我们呢。再说开颜这么多东西，哪样要带，哪样要扔，我们一句话就说明白了。那你爸妈肯定不好意思，那不都全都给你搬过来了？还是您考虑的周到。哎，小辉，老水今天是怎么批评你的？他就说，我风头出得太过，恐怕引人非议，对今后的工作不利。这个老水，好心好意请他来，他不领情不说，还说这种话。他也是一番好意。今天，我也自我反省了一下，之前有些事做的确实有些不妥。我不这么认为。那系统里这么多企业，那么多厂长开工，哪一个把退居二线的老领导请来了？啊，是，肯定有人会说闲话，那肯定也有人能看得出你重情义、厚道、可交。老水呢，无非说你是个副职，要注意班子的团结。可你也要明白，你爸我的教训那还不深刻呀。这一辈子在厂里埋头拉车，出风头的事儿都让给老水，现在退休了，想给你帮忙，手都伸不上。爸，您别这么说，您的成绩在荆州是有目共睹的，而且您一直在帮我呀。你是我孩子，那帮你是理所应当的。再说爸爸老了，以后还得指望你，是不是啊？爸，咱是一家人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您尽管说。没什么，家里一切都好，只要你做好你的工作，和开颜好好过你们的日子，我们比什么都高兴。对了，爸，明天要不要我带您和妈去海边转转？不用了，我们明天就回去了。啊？你也不用送，开颜在呢。你怎么这么着急啊？为什么不多住几天？小野还在他舅舅家，虽然他跟舅舅舅妈都很亲，可我还是挂记，毕竟从小都是我带大的。爸，要不我们把小颖接过来住吧？这里的房子还住得下。你们这墙外就是乡下，幼儿园现在还没建好呢，小野回来送哪儿去啊？孩子现在还在学跳舞，到这儿来谁教啊？我这不是怕麻烦你们二老吗？而且，我父母其实也可以来照顾小颖的。你不心疼你爸妈，那我还心疼我亲家呢，啊，是不是啊？还是等你们市区那个家属楼盖好，再把他们接过来。那除非你觉得我和你妈照顾不好小颖。怎么会呢？小颖现在跟你们的关系啊，比跟我都好了。爸爸老了，看见小孩子就高兴。我现在看见小颖啊，比当年看见你还高兴。哎呀，不管在外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回来只要逗逗孩子，心情立刻就好了。你看了吗？哥哥一直就说你偏心，你还不承认，自己说出来了吧？偏心，我偏心。啊，过来给妈妈帮忙，马上吃饭了。去，快去！来啦！对了，爸，大哥最近工作还顺心吗？挺好的，你放心。啊，今天晚宴的时候，我跟闵中生聊了两句，
他提起了大哥，他说大哥最近工作不是很顺心，有这回事吗？工作还好吧？你大哥这个人你也了解，跟我一样，只知道工作，从不抱怨别的。小敏这话，是不是你大哥性子太直，有些地方得罪了闵中生啊？回头我再找他仔细问问，啊。嗯，好。吃饭吧。好，吃饭。哎呦，来吧来吧，乔迁之喜，来来来，乔迁之喜，来，小辉一起再吃点。和你走过理想的大河，从容的飞腾着。你看那盛放的花儿，来自期盼的种子。你看那丰硕果实，来自耕耘的浪漫。宽广的大河，来自八方汇聚的小溪，奔腾向前的大江，来自高山的哺育。和光同行，跌跌撞撞的摸索。和光同舞，奋不顾身的坎坷。和光同志，不为生命而来，不为低谷而去。你看那盛放的花儿，来自期盼的种子。你看那丰硕果实，来自耕耘的浪漫。宽广的大河，来自八方汇聚的小溪，奔腾向前的大江，来自高山的